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只要过了50岁以后啊，你会发现我们的骨质啊可能会慢慢的从你体内开始流失。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啊不是这里哎呦呦，就是那里哎呦呦，整个身体啊没有劲。而且有的朋友啊，骨质流失快以后啊，走起路来都感觉这个腿啊、身上沉得发慌。那么怎么样去加强我们的一个骨密度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去锻炼。怎么样去锻炼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在咱们春天的时候去做啊，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时候的阳光刚刚好，配合着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动作，配合着晒太阳，咱们把动作啊做起来。来，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对你有帮助的话，咱们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接下来我们来讲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啊。背朝着太阳，让太阳晒着你的背。然后呢，我们把腿啊分开来，腿微微的弯曲。这个时候啊，把手打开，脚提起来，腹部收紧，向下，瞬间用我们的手掌击打在我们大腿的两侧，这么打下去，听这个声音啊。然后呢，我们你看来，脚后跟撞地，来提起来，整个人提起来，2、3、4，侧面看一下啊，你看脚后跟提起来，整个腹部收紧，人是挺拔起来的，往下去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因为我们的骨骼在进行震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脚后跟这么撞地的一刹那，它里面的产生的这种震动啊，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骨骼。那么骨骼接受刺激以后，又接受到我们的阳光，就会怎么样？就会促进我们钙的合成。所以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大家在家里面啊，你就可以做起来。最好的方式呢，是每天春天啊早晨啊，对着阳光，背对着阳光，咱们把这个动作做起来。脚立起来，立起来以后，同时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会犯一个错误啊，立起来以后往下这么一敲，肚子是顶出来的啊。这个时候你做完以后，这个地方会胀胀的，不舒服啊。我们腹部一定要收紧，腹部收紧了以后，你看来，1、2、3。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30下为一组，然后做上一个2到3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帮助我们把骨骼变得更加强壮。那么大家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朋友们，在春天这个时候就可以练起来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骨质疏松一定要重视，特别是过了50岁的女性群体，一定要更加的重视。因为在骨质疏松的这个过程当中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是更容易患上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它是不可逆的。一旦你的骨骼开始变脆了、变弱了，你再想让它变得和原来一样强壮，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一旦发现骨质有变弱的这个问题，一个潜在问题存在以后呢，一定要及时的通过外在干预。很多人对骨质疏松不太了解，我给大家来简单解释一下。骨质分为骨密质和骨松质。那么骨质疏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骨密质，也就是我们骨头最外面坚硬的这一层它变薄了，变脆了。骨松质呢，就是我们骨头内部它有一个一个的小孔，咱们称之为骨小梁它变得孔变大了没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这个时候，你的骨骼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抗压的能力抗剪切力的能力都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你的骨质疏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走路不小心磕了一下、碰了一下，就变得骨裂了、骨折了我们的人有一个上下重力的存在吧如果你坐公交车，比如说突然颠簸了一下，突然发现脊柱压缩性骨折，这些都是骨质疏松带来的后果。同时骨质加快流失，还会引起身体上各处产生一些疼痛。所以一旦你的骨质开始疏松了，一定要从2个方面来下手。哪2个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多晒太阳太阳可以促进我们的钙质合成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第2个方面就是多运动运动有什么用呢？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骨骼的一个密度，同时呢减少我们骨质流失。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他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年龄会比不运动的人要晚上不少。我见过80多岁的人还能去拉单杠，还能去跳跃。那我也见过50、60岁的人已经骨质疏松的哪里都不敢动甚至剧烈一点的跑步他都不敢跑。
啊。所以呢，你看运动啊，对我们后面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线程啊，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这里啊，教给大家2个能帮助我们强壮我们骨骼的运动。第一个呢，就是啊原地踏步，啊就像我这样啊原地踏步啊。原地踏步为什么好呢？第一个，它的动作啊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每个人都能做。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脚啊垂直落地一刹那，大家可以把脚抬起来，往下去震，你会发现手放在肚子上，脚一抬一震啊，它这个力量会顺着我们的骨头往上走啊。这个力量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结构啊，让我们的骨质的密度啊增强。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运动啊，可以通过这个啊原地踏步啊，每天就这样去走。啊，原地踏步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就这样去走就可以了，去走上一个5分钟到10分钟，不仅啊可以增加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还能够增加我们的骨骼密度。第二个呢，就是踮脚啊，踮脚非常简单啊，就是把脚往上踮啊，上下的去做这个动作啊。踮脚也一样的，它的原理的核心啊，都是通过我们上下的一个反作用力啊，去刺激我们的骨骼，让我提高我们的骨骼的一个密度。所以这2个动作啊是非常适合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啊，60岁左右的人啊，去增加我们骨骼密度的啊。日常当中啊，你可以晒晒太阳，配合这2个动作，每天啊做上一个5分钟，就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的骨骼密度啊。这2个动作非常的好，只要你坚持做，你的身体啊也会越来越好。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都知道，在冬天啊要补肾气，肾气越足，这个冬天啊过得就会越好啊，身体啊也会感觉越踏实。但是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啊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现在啊这很多人啊都不爱晒太阳了，特别是在冬天天越冷的时候，很多人基本上是做到足不出户，除非是特别需要去外面，不然的话就在家里面啊一待很久。以前的人啊，因为条件啊有限啊，家里面也没有暖气啊，基本上都要出门去晒晒太阳。但是现在啊条件好了，对吧？家里面各个家里面都有暖气了，天气冷了就在家里面啊，也不出门啊。即便天气不是那么冷，他也不出门，就导致了我们的太阳晒得少了。你要知道，中老年人比年轻的群体啊是更需要晒太阳。而且在冬天，这个晒太阳可以说你晒的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太阳它不像夏天，夏天的太阳特别的辣，你晒久了以后啊，对于皮肤会造成伤害。而且天气也特别热，很多人啊弱一点的在太阳底下一晒啊受不了了，出汗出多啊，虚脱啊、中暑啊、休克啊都有，对吧？但冬天不一样，冬天这个太阳呢，它照在这个身上啊，会感觉特别的暖和，会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免费的日光浴啊，就是提升我们身体当中肾气最好的时候。而且呢，很多人啊，中老年人他有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大家都知道有助于啊骨质的钙质的一个合成，所以呢，换句话来讲，你多晒太阳也有助于缓解你钙质的一个流失啊。所以中老年人在冬天啊一定要多晒太阳。今天啊，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提醒大家一下。冬天只要天气啊不是那么的恶劣啊，没有刮大风下大雨啊，天气啊如果是阳光明媚的，你就把椅子搬出门去晒晒太阳，把头给护好，然后坐在这个背对着太阳，就每天就照上一个半个小时到1小时啊，身上的保暖措施做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啊就会吸收阳光当中的能量，同时它给你带来身体上面的帮助，远比你在这个温暖的屋子里面带来的帮助要好得多。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教大家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好，就是配合着冬天晒太阳一起做，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肾气，并且强壮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呢也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背对太阳以后呢，用我们的手腕就这样啊，看看凸起的位置，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去撞击我们的一个肾区这个位置啊，大家看1、2、3跟我做这个动作大家注意看我的手你看折过来，你看踮脚回的时候呢，这个手你看带过来，用我们的手腕就给它撞击。大家注意听这个声音看1、2、3它的力量是很渗透的，能直接打在我们的一个肾区上面你看就这样，这要敲肾一样我们1、2、3、4、5、6、7、8、9、10不用很大的力量只要轻轻的这样去敲一敲，你会感觉这个力量渗透的特别舒服一边踮脚一边做这个动作。
啊，我们就这样去做，每天背对着太阳，我们可以做个80下到100下左右。体力不好的朋友们就做个50下。做完以后啊，一定要有一种什么呢？有一些汗啊，想往皮肤外面冒，但是呢也没有冒出来。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的啊，就是说你不要让汗完全出来，因为汗出来以后啊，这个天冷了容易受凉，所以呢我们有一点点汗往外面钻的意思啊，但是没有完全钻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停止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身体啊也是微微发热，而且呢你的循环代谢也会一下子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休息个1分钟，再继续做。你看，1、2、3、4、5、6啊，从后背看一下，1、2、3、4、5、6啊，敲完了以后啊，你会感觉身上非常通透，活动一下腰，活动一下你的手啊，感觉特别的舒服，身体上面暖洋洋的，再加上我们的阳光的加持，这个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在冬天里面啊去做啊。所以呢，今天这个方法啊教给大家，大家日常在晒太阳的时候把这个方法啊加进去，你只要每天做上一个3到5组啊，其实基本上1天的运动啊也就达到了，而且呢，通过太阳啊打开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能量口啊，快速提升我们整体的身体的一个肾气，就非常的好。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随着年纪的增长，骨质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但是骨质流失的速度过快呢，就变成了骨质疏松。那么很多中老年人啊，都被骨质疏松啊所困扰着。比如说走路不敢走，运动不敢做啊，骨质变得更加脆弱。而且呢，有些朋友啊，夜里面睡觉，小腿还容易出现抽筋，身上啊出现浑身的这种僵硬和酸痛感。那么骨质疏松有没有办法可以缓解呢？啊，非常的简单啊，记住2部曲。第一个呢，就是去晒太阳。第二个呢，就是多锻炼啊，通过运动啊，增加我们骨骼啊对钙质的一个吸收能力。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的骨质疏松，延缓骨质的流失。今天啊，我要教大家一套经络拍打动作，是专门为骨质疏松设计的。大家跟着我啊做一做，就能够让你的骨质啊越来越结实。那么做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耐用实用啊，非常的结实，居家备上2把，可以轻松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好，我们来做第一个动作，大家注意看我的腿啊，后腿是弯着的。前腿呢是伸直，脚尖往上去勾，同时呢我们腹部核心收紧，然后用我们的腹部啊带动我们的身体啊去做一个前后晃，把我们的手呀也摆动起来，从我们的腿部啊一直拍到我们的大腿根，这个呢是刺激我们腿部的整个骨骼的一个坚硬啊。来走，1、2、3、4、5、6、7、8。动作是非常轻松，你只要随着你晃动的一个节奏啊去拍就可以了。咱们的拍子啊是非常柔软的啊，非常柔软，所以拍的时候大家不要用劲去拍，你只要把手晃动起来，用拍子的面去击打到腿部就可以了，这个力度啊就足够渗透了啊。我们接着来做，来1、2、3、4、5、6、7、8。做的时候啊，身体要放松，核心要收紧。换条腿再给大家做一遍啊，然后来1、2、3、4、5、6，腿全部要拍透啊。我们从下到上走上一个3到5遍，你会发现啊，这个腿上非常的舒服啊。同时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它又能锻炼到我们的骨骼啊，来回晃动进行一个刺激啊。随着我们的一晃啊，就可以把我们的经络啊轻松排通，同时啊刺激到里面的骨骼啊，非常轻松的一个动作。好，这是第一个动作，我们每条腿啊做上一个3到5下。第一个动作做完了，咱们再讲第二个动作，它是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腰部这个区域。为什么选择腰部呢？我们要知道，人体的重量自上而下，最容易压在哪呢？就是压在咱们的腰部啊，所以这个位置啊非常的重要。从腰部往下呢，就是我们的骨盆。骨盆啊，它结构非常的稳定，然后再分散开来到我们的腿部、我们的脚踝。所以第一个动作呢是刺激我们的下肢，第二个动作呢主要是疏通咱们的腰部啊。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咱们怎么做呢？选择踮脚，踮脚起来，手举高，然后下来的一瞬间拍在我们的腹部和我们的腰部啊。大家注意看啊，腹部、腰部，腹部、腰部啊。这2个位置给它一个震荡，同时震荡的同时，我们小腹给它收紧，再配合我们踮脚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个力量啊就可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一些组织以及我们深层的骨骼啊。我们来试一下，1、
2、3、4，注意拍的时候小腹一定要收紧啊，千万不能拍的时候整个人是松松垮垮的，这样就不好了。在拍打的时候啊，挥动我们的手臂，手臂尽量抬高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刺激我们整个身体啊，把你的肩颈啊也能带到。好，我们去做一个30下到50下。啊，拍完以后啊，小腹上面应该有一种酥酥麻麻啊，非常酸胀的感觉，整个人啊是非常通透和舒服，而且呢，颠完以后啊，后背上面会出汗，有助于疏通我们整个背后的一个经络。好，这2个动作啊非常简单，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自己在家居家锻炼，强壮我们的骨骼啊，同时呢锻炼到我们的全身。那么选择经络拍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2把经络拍，一把经络拍呢只能做一个被动的啊敲敲打打，2把呢我们可以编排出很多的动作啊，对于身心啊都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观看。那么没有点赞的朋友啊，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同时建议大家把视频啊给收藏下来，以后随时点开，随时就能看到啊！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骨质疏松啊，可以说是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们的噩梦，特别是女性啊，在50岁以后，她这个骨质流失的这个速度啊，远远高于男性。所以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带来一个骨质疏松的预防以及骨质疏松的延缓的一个动作。咱们一定要知道一点啊，就是骨质疏松啊，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做好预防和防止骨质疏松的进一步恶化，它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大家来跟着大伟一起来把这个动作做一下。首先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咱们只需要把脚踮起来，用我们的脚后跟去撞击啊地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力啊会通过我们的胫骨啊，一直传到我们的股骨，最后一直顺着咱们的脊柱到达咱们的这个头部啊。在这个力的震荡当中啊，它会给我们的骨骼啊带来一定的量的刺激，让我们去预防，还有让我们去减缓我们的骨质的一个流失。好，那么大家来跟我做一下。首先我们站直啊，把我们的脚踮起来，踮得高高的啊，然后撞啊，用我们的脚后跟啊去撞击咱们的地面。这里啊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啊，我们先做个测试，我们把身体啊瘫软下来啊，瘫软下来。瘫软下来以后呢，我们把脚踮高啊，再撞击地面，你会发现在震的时候啊，你可能内脏都会被震得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核心、你的肚子啊没有收紧，所以这个力啊，它会被你的内脏给它消化掉，所以会震得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抬头挺胸啊，把我们的肚子啊收紧。如果自己不会收，我们就把手放在肚子旁边啊，往里面稍微用点力啊，往里面按压按压。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脚抬起来，好，撞击，好，再来第2个撞击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小腹收紧。你会发现小腹收紧以后啊，这个力的传导它就能更好的传到咱们的脊柱啊。再来3，好，4、5、6、7、8、9、10。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是出现了，就是做了几下，发现这个胃啊或者我的内脏被震得不舒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就要及时停止了，一定要反思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核心收得不够紧。同时呢，有些人啊，咱们这个朋友啊年纪比较大了，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细节了，就是咱们踮起来以后下落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像年轻人一样猛地往下坠，我们可以稍微踮矮一点，慢慢的一点点的去练习，去减少这个震荡的力，也能达到很好的刺激效果。咱们每天做这个动作啊，一般来说的话，去做一个50下到100下，我们也可以分开做，做一个20下到30下，休息一会儿，再做个20下到30下，咱们做个3到4组，就可以很好的去防止预防咱们骨质和钙质的一个流失。但是这个细节啊，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大家一起来运动起来，预防咱们钙质的流失。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啊，可以帮助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